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5个总统任期后，密集任命及提名多个重要岗位。备受外界瞩目的是，别罗乌索夫顶替绍伊古出任国防部长。作为一名以经济见长且长期与军事并无交集的官员，别罗乌索夫为何被普京委以重任？此举又将对持续超过2年的俄乌冲突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看报道。据俄联邦委员会当地时间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 普京提名此前担任第1副总理的安德烈·别罗乌索夫为俄国防部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告诉记者，普京提名的主要考量是，该国国防部需对创新、落实先进思想持开放态度，为经济竞争力创造条件。佩斯科夫强调，确保国防支出符合俄罗斯国家整体利益至关重要。他介绍，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的军事预算已从占 GDP 的3%增长1倍多至6.7%。 接近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情况，当时军事和执法当局占国家总支出的7.4%。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苏联政府希望速战速决，但阿富汗战争最终持续了9年，而造成苏联没能达成速战速决预定目标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在幕后打了一场代理人战争。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旋风行动。 通过巴基斯坦3军情报局向阿富汗武装组织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包括先进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极大抵消了苏联的空中与地面优势。阿富汗战争造成苏军约1.5万名士兵死亡，以及约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加剧内部危机。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研究员刘旭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普京显然意识到，俄乌冲突已经有长期化的趋势，不再是一时一地的战术问题。 而是事关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问题，这就需要吸取历史教训。那么整体的国家实力，我们说，在这个战争的背后，最主要都是经济能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其实也是体现出来了普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的这样一种认知啊，就是要动员全国的这样的一种经济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别罗乌索夫没有军事背景，而是一名经济学家，他今年65岁。 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拥有丰富的经济领域工作经验。2006年起担任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副部长，正式步入政坛。之后还曾担任俄总统经济事务助理。2020年1月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第1副总理。值得注意的是，他任内主抓的重点项目之一是监督国产无人机生产计划，这也是普京最关注的领域之一，曾多次为此召开协调会议。别罗乌索夫去年透露。 该国计划到2026年底，每年生产1.8万架无人机，达到满足约52%国内需求的水平。到2030年，生产3.2万架，可满足70%的需求。而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今年初的报道，俄军工企业研制的 S-70猎人重型无人机已进入测试的收尾阶段，今年下半年将投入生产。事实上，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继续留任，这意味着。 他和别罗乌索夫将一前一后分别负责对乌作战的实际军事指挥，以及整合战时的俄罗斯经济。有西方分析人士就认为，俄罗斯现在获胜的策略就是如何利用好俄军工联合体和整体经济的优势打持久战。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分析称，尽管西方国家对俄实施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制裁，但俄罗斯的经济官员依然让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普京任命别罗乌索夫为新一任国防部长。 可能是寻求通过更好地利用国防预算和推动创新来赢得最终胜利。俄罗斯国内对别罗乌索夫在领导该国政府成功应对美西方制裁方面评价很高。乌克兰经济学家阿列克谢库西也承认，别罗乌索夫在创建俄罗斯经济增长模式、深度结构转型和应对西方制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还认为，别罗乌索夫就任俄国防部长对乌克兰来说是个坏消息。 因为它可能促使俄军工产业加速发展和产量增长。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一定会美西方一定会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像别罗乌索夫，其实在过去的2年多的时间里，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在制裁方面的一些应对的经验啊，所以美西方的这样的应对制裁措施到底能取得多大的效果还是存在很大的疑问的。外界还高度关注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去向。 俄罗斯总统网站12号发布消息称，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绍伊古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绍伊古将继续在他熟悉的领域开展工作，将负责管理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相关事务。同时，他还将担任俄军工委员会副主席。绍伊古担任俄罗斯防长已经长达12年，被认为是普京最亲密、最信任的助手。绍伊古的职业生涯始于苏联时代，1990年起担任紧急事务部部长，以果断处理空难、地震等重大灾难闻名。2012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区主席，之后荣升国防部长。从那时起，他就被认为是普京执政稳定的象征。但俄乌冲突成了绍伊古防长生涯的滑铁卢，原本以为的速决战被打成了持久战，俄军也因此遭受了重大人员损失。绍伊古被认为要为此承担主要责任。去年，瓦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任发动的短暂叛乱，最大矛头也指向了绍伊古，指控俄国防部腐败，故意让雇佣兵送死，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绍伊古的声誉。但从此次的任命来看，普京显然还是希望绍伊古能继续发挥协调作用。绍伊古担任防长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人脉，无疑对其领导下俄罗斯军工联合体大有作用。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是俄对外武器贸易、军事技术合作的主要单位。稳定的军贸和军技合作，不仅能为当前的俄罗斯战时经济输血，弥补俄军在部分装备弹药上的短缺和不足，更能在地缘政治上继续强化俄罗斯的大国地位。那么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2年半的时间里，绍伊古作为这个我们说国防部长，然后别罗乌索夫作为这个主管经济的这个政府副总理，其实2人之间的这个合作也是很密切的。现在相当于位置进行了一个颠倒啊，但是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他们2个之间的合作因为要从俄罗斯的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国家的利益考虑的话，应该还会是比较融洽的进行的。普京本月7号正式就任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后，陆续公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命。10号，他向国家杜马提议由米舒斯京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当地时间11号，普京签署关于俄罗斯联邦行政机构组成的法令。根据该法令，俄罗斯联邦政府将会有10名副总理，其中包括1名第一副总理。此外，多个关键岗位人选也已经提名。此前，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亚历山大·茹科夫表示，俄国家杜马所有委员会都支持被提名的政府成员候选人。刘旭认为，俄罗斯的外部环境在可预见的中长期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需要俄罗斯国内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做好相应的准备。而普京在新一届政府中大量留任关键岗位的官员，就是希望以相对的稳定来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至于这样一种意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它的这个战略目标，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些变数比如说美西方比如说乌克兰那边如何来应对那可能从整体的角度来讲求稳可能会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者普京的整个这个新的任期里，会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基调吧。俄罗斯防长换人，主管经济事务的原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接任绍伊古，而后者将转任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这成为今天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那么您对此事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应该说普京开始俄罗斯总统第5个任期，他所确立的执政班底或者说核心圈层呢，其实是相对稳定、比较有连续性的。政府总理以及外长、联邦安全局局长以及外情局局长等等这些强力部门的主官都获得留任了。76岁的拉夫罗夫，2004年起就开始出任俄罗斯外长了，这一次呢再度留任。那么拉夫罗夫很可能会成为全球范围内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国外长。当然了，在俄乌战争持续2年多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外界对于俄罗斯防长的任何异动都是格外关注的。尤其呢，普京罕有的启用毫无军旅背景的原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来执掌国防部，这样一个人事安排，更是成为舆论的即时焦点。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呢，就说这是罕有的内阁调整，而英国路透社则称这项任命出乎意料。那么绍伊古他小拉夫罗夫6岁，但是呢，他的内阁资历实际上更老，当部长的年头也更久。绍伊古36岁时就已经在俄罗斯政坛崛起了，他被时任总统叶利钦相中，出任俄紧急事务部的部长，2年后又被叶利钦破格授予少将军衔。绍伊古在紧急事务部长的这个任上一干就是20年，之后又当了11年半的防长。
绍伊古啊，如今退出俄罗斯内阁，接班帕特鲁舍夫的这个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的职位。那么这样一个职位呢，他负责俄罗斯的国家战略设计与国安事务，是和总统最接近的俄罗斯高官。因此呢，国安顾问在俄罗斯的权力体系中，一般甚至认为地位高于防长。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有美西方媒体报道绍伊古被炒或者是失势之类，应该属于误读或者是在刻意炒作。绍伊古退出内阁，但是呢，他并没有退出普京的权力核心圈。至于帕特鲁舍夫他的任职安排，俄罗斯方面呢也宣称会在几天之内公布。对于国防安保班底的这种有限的人事调整，尤其呢是由经济学家来接掌防长，这是同样留任的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昨晚向媒体解释的一个重点。他特别强调，谁更加有能力创新，谁就会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我认为这番表述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为什么佩斯科夫要特别强调创新？俄内阁调整又传递出哪些关键信号呢？值得注意的是，佩斯科夫他并没有直接提到俄乌战争，仅仅是以所谓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背景来指代。那么佩斯科夫就声称，目前俄罗斯军事安全投入极大，占到国民经济的整体比例正在逼近上世纪80年代7.4%的那个历史高点。当时呢，苏联还在打阿富汗战争。佩斯科夫就披露，今年的国防投入的占比达到6.7%，俄罗斯今年政府预算的1/3将会用于军费支出。那么庞大军费预算，它的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和难度都变得越发的突出。佩斯科夫就解释，普京启用文官来出任防长，基于2大考量：其一，军费管理；其二，创新需要。佩斯科夫也强调，别洛乌索夫他绝不是一般的文官。履行前呢，他担任第1副总理，曾经成功执掌经济发展部，是普京最信任的经济事务助手之一。同时针对外界的疑虑，佩斯科夫也特别作出回应：俄罗斯的军备体系与现有的军事指挥继续呢是由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来掌管，并且呢向普京总统直接汇报。所以呢，佩斯科夫他的潜台词很清楚：俄罗斯防长换人，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战争指挥体系的重大的调整。俄罗斯前外交官亚历山大·鲍洛夫对此呢就分析指出，新防长和总参谋长是分工明确的，将经济大员推向国防部长的大位，意味着普京要全面动员战时经济，要集合国防军工体系与国际市场上的突破，来争取打赢战争。他的打赢策略就是动员与突破，要整合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和俄罗斯的经济优势，对乌克兰施加持续的更大的压力。所以呢，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将会进一步动员，并且强调战时经济，并且呢要做好持久战的这种准备。此前的人事安排也已经对此释放出明确的信号。除了别洛乌索夫就任俄罗斯防长，前一天原副总理兼工贸部长曼图罗夫呢也已经获得提拔接班第1副总理。俄乌战争打响之后，俄罗斯遭遇美西方数以万计的极限制裁手段，但是呢，俄罗斯的经济并没有崩溃。曼图罗夫他作为工业主官，展现出相当的领导力，成功动员俄罗斯军工企业的火炮弹药生产，它的产能提升的速度甚至超过北约全体成员国的总和。为此，俄罗斯已经放言要在新的战略环境之下，寻求在飞机生产、在机床制造、无线电子和军工复合体等等领域来取得科技的领导地位。伦敦情报分析师马克·加莱蒂据此呢就分析指出说，俄罗斯战时状态之下，防长的使命任务就是要确保军方获得一切战争资源，而直接向普京报告的这个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呢，则是1号位的军事总指挥。启用经济大员当防长的这个逻辑，无疑呢就是要调动俄罗斯所有的相关经济部门来满足防务部门之需。所以呢，俄罗斯最新的人事布局意味着，普京正在为应对俄乌战争的长期化做全面的精心的准备。俄罗斯全面动员经济布局持久战，那么这对于俄乌冲突又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果俄罗斯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全面准备与布局，那么乌克兰方面以及身后的美西方对此做好准备了吗？最近，俄罗斯加大了对临近俄乌边境的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的进攻，战事呢再趋紧张。乌军就承认，现在哈尔科夫前线战况相当困难，乌克兰的国防军正在全力控制防御位置。但是呢，以俄罗斯投入的军力来看，现阶段呢，全面控制哈尔科夫恐怕也是有难度的。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乌克兰的导弹也被指攻击了别列格沃德的一处俄罗斯的民宅，导致10多人丧生。就俄乌最新的战事来看，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6再度发声，他在回应法国会不会参战时马克龙在社交媒体 X 发布的视频就声称，如果俄罗斯行动太超过的话，欧盟必须要做出行动。虽然法国不希望与俄罗斯作战，此前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采访时，马克龙也再谈对乌出兵论。他声称有2个前提条件：其一，乌克兰方面提出要求；其二，俄乌战场态势出现重大突变。那么，如果俄乌战争真的长期化的话，愈来愈沉重的这种战争代价，各方能不能承受得起？由谁来承受？我想这是愈发紧迫的一个沉重追问。